他们说我是帝王收割机，一生被6个皇帝争抢，是史上最美也最传奇的皇后。民间叫我萧美娘，史书称我是桃花劫，或许你们更熟悉我另一个名字萧皇后。我出生在南朝兰陵皇室，是西凉孝明帝的女儿，可这金枝玉叶的身份带给我的不是宠爱，而是噩梦的开端。只因为我生在2月，按照旧俗，2月降生的孩子裹着晦气，多可笑啊！就因为这么一个荒诞的迷信，我的亲生父母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我。我被送给了叔叔萧纪收养，本以为能得片刻温暖，谁知不到1年，6叔夫妇双双离世。这下我不祥之人的帽子算是彻底扣实了，我成了人人必知的灾星。像没烫手的皮球又滚到舅舅张科家，他家境贫寒，我挂着公主虚名，却要跟着下地种桑，在油灯下织布。好在舅舅带我入己出，坚持让我读书识字。他说女子有才方能明理。我不仅熟读史书，还悄悄摸清了医术与占卜的门道。开皇2年，隋文帝杨坚为了稳固朝政，在江南为他的次子杨广选妃，测遍了皇室所有公主的八字，竟无一人与杨广相合。眼看这桩联姻就要黄了，他们想起了我这个灾星，结果令人震惊，我的八字与杨广乃是天作之合。我像个被重新估价的珍宝，被匆匆接回，风光地送到杨广面前。多讽刺啊！同一个生辰，从前因2月被弃如婢女，如今因八字一朝变成了晋王妃。婚后我们有过一段安稳时光，朝夕相伴，谈天说地。他谦逊仁孝，我则努力做一个温婉贤淑的妻子。那时我以为抓住了属于自己的幸福。然而皇家的平静从来只是层薄纸，一戳就破。杨广很快暴露了本性，他是次子，本与皇位无缘，可他野心勃勃，不甘心，我更不甘心。于是我选择全力支持他，与他延足琴瑟和鸣。反观太子杨勇骄奢好色，太子妃刚氏就溺于新欢，半分悲戚也没有。这正触怒文帝与独孤后，又恰逢我诞下子嗣，公婆愈发称心，最终我们赢了。杨勇被废，杨广被立为太子，而后文帝驾崩，他顺利登基，史称隋炀帝。我那个被弃如婢女的女孩，被册立为大隋的皇后。可登上皇位的杨广撕下了所有的伪装，四处巡游，挥霍无度，三征高句丽，把无数的家庭推向深渊。我一次次地劝他，陛下民心不可失啊，可他早已听不进去，沉溺在自我的帝国迷梦里，拒绝一切不好的声音。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，他身边伪满佞臣，后宫也堆了新人。大业14年，江都兵变，宇文化及弑杀了我的丈夫杨广，国破家亡，夫君惨死，而我成了宇文化及的战利品，被他强行纳为妾室，这是何等的屈辱！他战事不顺，便拿我出气。我后背上的伤旧疤叠新伤，疼得连呼吸都发颤。但宇文化及没得意多久，很快就被窦建德的起义军击败，并被杀了。我又落入了窦建德手中。幸好窦建德不好女色，他以礼相待，让我过了3个月相对平静的日子。然而远在突厥的义城公主得知隋亡，便让她的丈夫出罗可汗来接我。我以为这是回归故国宗室，是一线生机。可当我千里迢迢到达突厥，等待我的是另一重地狱。楚罗可汗见我惊为天人，强行将我纳入后宫。54岁的我再次沦为异族可汗的妃子。更残酷的是，突厥有收继婚的习俗。当楚罗可汗去世后，我又成了他儿子颉利可汗的女人。就这样，我在塞外苦寒之地，像一件古董，在不同的主人手中传递，直到大唐贞观4年，唐太宗李世民派大将李靖灭掉了东突厥，我再次成为了俘虏，或者说是战利品。但这一次迎接我的不再是乱世的刀兵，而是盛世的包容。后世编排李世民把我纳入后宫，极尽宠爱。
简直荒谬至极。我已是六旬老妇，他才30出头，何况我女儿本就是他的妃子。他尊我为长辈，赐宅院让我在长安安居，最后17年是我这辈子最安稳的时光，再也不是任人转手的俘虏，只是个寻常老太婆。贞观21年，我走了，享年81岁。李世民下诏恢复我随后身份，赐世敏，意为哀怜忧伤，很贴合我的一生，以皇后礼送我去江都，与杨广合葬。我这一生爱过、恨过、荣耀过，也屈辱过，被命运推着去了我不想去的地方，扮演了我不想扮演的角色。若能重来，我想留在江南舅舅家做个采桑女，守着桑田，纺车过日子，那该多好啊！我的故事讲完了，谢谢你们听我讲完这一生。